大家好，本节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使用的推荐系统的技术架构。这个架构大量的借鉴上次我们提到的 Netflix 它的技术架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架构图，这是一个数据流图，也就是说图中的箭头呢都是数据的流向。这个技术架构分为这几个模块：数据源、近线计算、离线计算、数据存储、在线模型的服务、在线服务以及产品的客户端。这个数据的流向是从左往右，我们从头看起。系统的数据源主要有3个，一个是来自于前端的打点日志，是以卡夫卡的流形式；第二个是存在于 MySQL 的业务的本身物品内容数据，比如说一个物品 ID 它对应的标题、图片、分类等等；第三个是来自于外部系统的用户画像数据，它存在于 HBase 的 K 呢就是用户 ID。 画像本身的数据包含2类，第一个是用户自身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等人口属性的数据，第二类是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算出来他的偏好的数据。对于前端的打点日志进入了卡夫卡流了以后，有2个分发，第一个是进入了近线计算层，主要是 Spark Streaming， 而第二个 Hadoop 的 HDFS 进行存储，一般是15分钟一个切片。这个离线的存储是直接位于 Hive 的表，所以说可以使用表模型进行访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近线计算 Spark Streaming 它做了什么事情。这个 Spark Streaming 它的计算呢有3个输入，第一个是打点日志流，第二个是昨天以前的离线的打点日志的数据，还有第3个它也可以加载离线训练好的机器学习的预估模型，这里一般指的是 Spark MLlab 它的模型。这个 Spark Streaming 它的输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看一下这3条线，第一个是实时流，第二个是离线数据，也就是说海量数据，第3个是机器学习的模型。这3条线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近线层完成它们的耦合和计算，限定在秒的级别实现了海量数据、机器学习模型以及实时性的组合。这是当前我觉得近线层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的一点。而它的计算结果呢，一般是这几个：用户或者物品的特征向量，给用户更新的排序列表，以及用一些召回索引。这是近线层。我们看一下离线层，对于离线层大量的计算都是围绕 Spark Batch 来展开的。为什么使用 Spark 作为中心？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灵活，它几乎可以输入任何来源的数据。比如说这里我就可以直接读取 HDFS 的数据，也可以读取 Hive 表的数据，我也可以直接扫描 MySQL 的数据，也可以扫描 HBase 的数据，把它们整合起来。有这么几个输出。第一个，我们可以使用 Spark MLlab 来离线的训练一个机器学习的预估模型，它的输出呢是 Spark MLlab 的模型。但这个图中还有另外一边， Spark Batch 可以对特征进行处理，然后导出的本地或者说一个 HDFS 的文件，然后呢用于 TensorFlow 的模型训练。 TensorFlow 模型训练的结果呢也是一个 CTR 预估模型。这2个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 TensorFlow 它能够支持深度学习模型，并且它能够直接用于在线模型的服务。但是 Spark 训练模型为什么还需要呢？有2点，它是跟 Spark Batch 完美配合的，我们很容易能够结合 Spark Batch 处理的代码以及 Spark 机器学习训练的代码，使用起来比较的方便。但是有个问题， Spark 它本身的编程范式呢是种 Batch 的形式，它其实非常不适合于在线模型服务这种需要几毫秒、几十毫秒返回的这种场景。所以说它训练出来的模型一般是2个作用，第一个可以重新用于 Spark Batch 来离线计算一个用户的推荐列表，还有另外一个输出，它就可以用于 Spark Streaming 来用于近线层的模型预估的服务。这是我在离线层做的2个模型导出的事情。而离线计算还可以导出其他的信息，比如说用户和物品的特征向量、预计算的天力度的排序列表、天力度的召回索引以及热度的榜单。这是基线层和离线层2个的配合。我们往后走，数据存储层主要是存储一些高速缓存，目前我采用的是 Redis 和 Cassandra。 这2个存储有什么区别呢？ Redis 性能更高，查询更快，一般是几毫秒到数十毫秒就可以返回，而 Cassandra 稍微慢一点，比如说70-80毫秒。这一点是 Redis 优势。而另外一点， Redis 它劣势呢是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小，但是 Cassandra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因此这2个技术选型我是这样组合的： Redis 存储 item 的数据， Cassandra 存储用户的数据。比如说来自于近线计算以及离线计算结果，我存储于 Redis 的包括 item 的内容数据、i2i 的推荐结果以及 item 的特征向量，因为它们都是 item 力度，数量不是那么大。
我们想要用于高速查询的场景，可以存到 Redis。而对一些鱼图化的推荐结果 ，user 本身的生成向量，由于对一个产品来说用户量特别大，我可以将它存储于 Cassandra， 稍微慢一点，但是数据量很大。这是数据存储这一步。在下方还有一个在线模型的服务，主要指的是 TensorFlow， 它本身官方就支持一个 Serving 的框架，可以提供在线高速的模型服务。往下走，我们进入在线服务。当前我使用的是 Java 的 Spring Boot， 这个在线服务首先就做了我们的推荐服务的几个环节，包含召回、排序、过滤、打散、分页、内容合并等等。而它的输入呢，就包含读取 Redis、读取 Cassandra 得到数据，也可能会调用 TensorFlow 的 Serving 来进行在线的排序。但是这个服务除了考虑实现推荐系统的功能，它还有很多工程的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说，为了提升访问的性能，我会在本地使用 LRU 的缓存。举个例子，对于一个用户他的推荐列表，我会先在本地缓存，但是本地的空间有限，所以说这个队列如果满的话，我会把最近最少访问的那个会移除掉。还有一个，对于推荐系统来说 ，A/B 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调用外部的 A/B 测试平台也是在这一步完成的。还有一步叫兜底补足（括号超时截断），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访问外部的数据，或者说调用在线服务的时候，很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导致不能够立即返回。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保证用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调用外部系统超出了300、500毫秒还没有返回的话，我们就应该断开这个请求，然后使用本地的缓存的热榜之类的，直接返回给前端，让用户先能看到内容，而不是一直在等待。这是这个模块组件所考虑的事情。最后呢，我们的产品客户端包括安卓、iOS、TV、PC 等等，它会通过 EP 的形式访问的在线服务。当我们的用户在产品客户端做出一些操作了以后，会发出2个行为日志，其中一个呢会打到我们的前端打点日志的卡夫卡流，跟我们的前面对接起来，而另外一个日志流，它会进入我们的画像系统来更新用户所偏好的兴趣向量。这就是我所采用的一个推荐系统的技术架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架构中呢，结合了近线计算、离线计算，以及使用了高速缓存、在线服务，并且也考虑了性能问题、A/B 测试、兜底等等工程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见，拜拜。